斗破苍穹104集，萧炎大战凤七儿，三色火莲再现，萧炎居然被凤七儿搜身。上集说到，随着凤七儿释放风雷阁杀伤力极强的斗技之一的风沙指，一道青银色的光束直指萧炎。然而，就在所有人以为萧炎无法抵挡时，一朵碧绿色的火莲从他的防御中浮现，缓缓绽放。当凤七儿的光束攻击狠狠撞击火莲中心时，两者的碰撞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巨响，而是在无声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能量较量。碧绿光芒与光束相互侵蚀，甚至在空间中撕扯出细小的裂缝，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那股无形的压迫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光束的力量开始减弱，而火莲依旧稳定地旋转着，尽管它的颜色也变得暗淡，显示出在交锋中消耗的能量。最终，光束消散，火莲取得了胜利，这让在场的观众爆发出惊呼声。风雷阁的风沙指向来以其强大威力著称，但萧炎那陌生的火莲斗技却能将其抵御，这无疑让所有人对萧炎刮目相看。风尊者和雷尊者也对萧炎的实力感到惊讶，风尊者甚至开始怀疑萧炎的斗技来源，而雷尊者则保持着沉默。凤七儿在交锋中显得有些狼狈，但他使用了一种名为血脉吞灵的秘法，将自己的力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。这一提升让他的气息瞬间暴涨，从1星斗宗飙升至3星斗宗层次，令所有人震惊。萧炎也不甘示弱，施展了天火三玄变。尽管他只能勉强提升到3星斗宗层次，但这已经足够让他与凤七儿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。他意识到，与拥有秘法的强者对战，自己的天火三玄变需要进一步完善了。战斗继续，凤七儿召唤出了他背后的凤凰虚像，一股妖异的威压感笼罩了整个战场。萧炎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他意识到凤七儿并非普通人类，而是拥有魔兽本体的强者。在凤七儿冰冷的命令下，他的凤凰虚像释放出了一道乌黑的光芒，带着恐怖的力量向萧炎袭来。就在这时，萧炎感觉到自己的纳戒中传来了波动，那是几滴蕴含着恐怖能量的青红血液。这让他突然意识到，凤七儿可能是天妖皇族人。雷尊者揭示了凤七儿的真实身份——天妖皇族。风尊者对雷尊者为凤七儿掩盖气息的行为感到惊讶，而雷尊者则对凤七儿能将萧炎逼至绝境表示得意。雷尊者暗示了天妖皇族的强大和不容小觑，提醒风尊者不要轻易招惹麻烦。风尊者虽然对雷尊者的警告不以为然，但他也清楚天妖皇族的实力。他表明自己不会做出以大欺小的事情，并且对战斗的结果保持观望态度。雷尊者则对凤七儿充满信心，认为即便是风雷阁中的强者也难以对付施展了本族秘技的凤七儿，更别提萧炎了。萧炎在战斗中也感到了极大的压力。当他意识到凤七儿可能是天妖皇族，他回想起之前看到的彩色凤翼，意识到他们与自己的诡异惊人的相似，这让萧炎感到困惑和不安，因为他知道天妖皇族的力量和影响力。同时，萧炎感觉到纳戒中的青红血液出现了异动，这让他更加警惕。他知道，如果凤七儿发现他拥有天妖皇族的血液，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，因此他用灵魂力量平息了血液的波动，以避免引起凤七儿的注意。在压制了青红血液的波动后，萧炎突然感到一股危机感，他迅速反应，体内雷光暴涌，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。几乎就在他离开的同时，一道乌黑的光芒从天而降，猛烈地撞击在银幕广场上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坑洞，周围还有着诡异的黑色火焰在燃烧。萧炎对这种火焰感到震惊，他虽然不是异火，但威力却丝毫不弱。面对凤七儿的攻击，萧炎不断闪避，同时心中急转，寻找破解之道。他意识到，普通的攻击对这种圣象之力几乎没有影响，必须使用更强大的力量。在一番思索后，萧炎决定融合3种异火，创造出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。他的这一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，包括风尊者和雷尊者。他们从未见过一个人能同时掌握3种异火，更不用说融合它们。萧炎没有时间去理会旁人的惊讶，他全神贯注地融合3种异火，创造出一朵3色火莲。这朵火莲的出现让整个空间都为之动荡，天地间的能量变得狂暴起来。面对凤七儿的挑衅，萧炎终于稳住身形，抹去额头上的冷汗，抬起头来释放出一股豪气。佛怒之下，鬼魅无存。萧炎手中的3色火莲化为一道火芒，划破天际，直指天空中的凤七儿。火莲所过之处，空间震荡，裂缝伴随，如同墨水泼洒在虚无之中，深邃而令人惊悚。火莲带动着天地间的能量，狂风骤起，能量暴动，场面壮观到令所有人目瞪口呆。凤七儿面对着爆裂而来的3色火莲，首次动容。他感受到了火莲内蕴含的毁灭气息，心中泛起惊涛骇浪，意识到自己小觑了萧炎。他迅速玉手一挥，召回乌光，钻进身后的虚幻黑皇内，使其凝实，威压浓郁。随着凤七儿的冷喝，虚幻黑皇化为乌光，将它包裹，凝聚成乌黑巨钟，盛向妖皇中。巨钟表面雕刻着黑皇，黑岩袅袅，给人一种不可摧毁的气势。4大尊者对这妖皇中的来历和威力都有所了解，知道它是由天妖皇族的斗圣所创，攻守兼备，极为棘手。
黄泉尊者对妖皇中表现出一丝炽热，但雷尊者提醒他不要触碰天妖皇族的东西。风尊者则表示，凤七儿的妖皇中虽然强大，但只是皮毛，成不了气候。火莲与巨钟相撞，发出惊雷般的钟鸣声，音波扩散，天空乌云翻腾。三色火莲悄然爆炸，火浪席卷天际，温度攀升，风雷山脉中的地方被高温燃烧，烟雾冲天，火海遮掩天空，乌云被蒸发，雷霆逃窜，雷山陷入混乱。人们感受到高温，目睹火海的壮观。四大尊者的脸色变化，他们也未料到萧炎能施展如此恐怖的斗技，破坏力巨大。费天也感受到危险气息，认识到萧炎的危险。火海中心，乌黑巨钟矗立，表面在火浪席卷下荡漾起能量涟漪。雷尊者松了一口气，但随即一道细微的裂缝声打破了寂静，目光定在巨钟上，只见细小的裂缝在悄然蔓延。雷尊者的脸色变得阴沉，他的拳头紧握，难以置信眼前的这一幕。风尊者则露出满意的笑容，萧炎的表现超出了他的预期，即便对手是天妖皇族的凤七儿，萧炎也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。剑尊者与黄泉尊者同样震惊于萧炎的实力，他们意识到萧炎年纪轻轻便有此等修为，背后必有高人指点。广场边缘的穆青鸾、唐英和王晨也被天空中的火海所震撼，尤其是王晨，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甘。在三色火海的不断冲击下，乌黑巨钟终于无法承受，轰然爆碎，碎片四射，火海震荡，整个场面壮观而混乱。萧炎紧盯着爆炸的中心，没有丝毫松懈，他知道战斗尚未结束。凤七儿在黑雾中现身，试图逃脱，但萧炎迅速追上，一拳轰出。凤七儿勉强抵挡，却被萧炎的强力一撞，狠狠砸落在地，引起周围一片惊哗。萧炎没有犹豫，立即下狠手，但凤七儿的身体突然化为虚无，原来只是一个幻影。萧炎冷笑，一拳击破虚空，与凤七儿的真身硬碰，将其逼退，显露出他的真实位置。凤七儿愤怒而屈辱，他试图反击，但萧炎的动作更快，一只手掌轻轻放在他的脖颈上，冰冷的杀意让凤七儿的娇躯僵硬。你输了，萧炎轻声说道，结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。凤七儿的眼中满是不甘，但面对萧炎的强大，他已无回天之力。萧炎的手掌停在凤七儿的玉颈上，杀意隐现，令全场寂静无声。雷尊者面色阴沉，他未能预料到凤七儿会败北，而这一败不仅意味着他不能再对萧炎发难，更让萧炎借助凤七儿的名声一举成名。风雷阁的其他人也是面面相觑，无法接受这一现实，但萧炎展现的实力令他们不得不收起轻视之心。风尊者则对萧炎的表现感到满意，心中对药老的眼光赞不绝口。凤七儿在萧炎的杀意下感到恐惧，但很快这恐惧被愤怒和屈辱所取代。他体内的黑炎试图反抗，却被萧炎的琉璃莲心火所压制，显现出一伙的尊贵与力量。突然，萧炎的那戒中一个玉瓶闪现，内含青红色血液，散发出磅礴能量。萧炎迅速将玉瓶收回，但这一动作未能逃过凤七儿的感应。他感到体内血液沸腾，一股强烈的吸引力涌现，让他震惊地猜测，那可能是天妖皇族的古皇血晶。凤七儿要求搜查萧炎的那戒，这一要求过分且侵犯隐私，但风尊者对天妖皇族的规矩表示理解。萧炎面对凤七儿的指控，冷静应对，最终同意让他使用搜查之术。这一决定让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凤七儿自己，都感到震惊。毕竟，如果真被搜查出来，萧炎将面临天妖皇族的怒火。风尊者对萧炎的决定感到担忧，但萧炎自信地表示自己心中有数。凤七儿则被萧炎的自信所激怒，他坚信自己的感觉不会错，认为萧炎身上一定藏有古皇血晶。凤七儿开始施展搜查之术，一滴自己的血液在空中勾勒出玄异符文，随后将其释放，形成红色光芒，将萧炎全身笼罩。萧炎感受到被扫描的异样能量，但表面上依旧镇定自若。他的自信来自于对掩藏古皇血晶手段的把握。搜查之术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凤七儿的脸色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难看，因为没有任何异常出现。风尊者见状，心中松了一口气，而凤七儿则无法接受这一结果。搜查结束后，萧炎淡淡的询问凤七儿结果如何，凤七儿则紧咬牙齿，无法相信自己的搜查会失败。风尊者对凤七儿的无理取闹感到不悦，警告他不要胡搅蛮缠。雷尊者也试图缓和局面，暗示可能是误会。凤七儿很无奈，他知道自己无法在风尊者的保护下对萧炎怎样，只能不甘心地接受了现实。萧炎提醒凤七儿，按照约定，他应该在公众面前向他道歉。凤七儿极不情愿地低声说出了道歉的话。随着事情的落幕，风尊者提议结束大会，并以幽默的方式将4个首座的虚名让给了风雷阁。雷尊者虽然心中不甘，但也只能接受这一提议。风尊者随后带着萧炎等人乘坐狂风巨鹰离开了雷山。在巨鹰背上，萧炎终于松懈下来，但他突然口吐鲜血，原来他一直在用碧绿火焰掩藏古皇血晶，这也是凤七儿搜查失败的原因。风尊者、穆青鸾和灵燕见到这一幕，都感到惊讶。萧炎的这一手段不仅瞒过了凤七儿，
也瞒过了在场所有人。雷尊者在萧炎离开后，对凤七儿表示，应该将此事告知天妖皇族，让族内强者出手。雷尊者心中已有计划，